好，来关心日本的经济状况，现在加薪也追不上通膨了。日本人是穷到都不敢花钱了，尤其是在日本现在社会内部最新就是它的消费萎缩，而且呢进出口是连3个月都是呈现贸易赤字的。原油更是夸张了，现在说呢进口原油的成本一口气暴增了将近是90%，达到88%。高市经济学再挖5兆的财政大洞，今天我们会做深度剖析，欢迎观众朋友留言跟我们互动。如果您认为说日债日元危险了，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不会的，政府还是会持续的救市，留言写2，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好，先来关心日本有关于它的民生消费的部分，因为有一个最新的经济数据，就是第2季的实质GDP 了，季增幅现在落在0.3%。如果呢，我把它算成是年化的成长率的话，预估就是1.1%。好，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其实它还是一个不好的数字的，因为原本市场预期的数字是可以达到2%而已，它现在其实只有1半哦。而且具体数据也显示，第2季有关于日本的民间消费，现在还是仍然呈现持续的下滑。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现在日本人根本就不花钱。他们虽然说在这几年薪资上有微幅的调整，有一些的上涨，但是钱感觉要买东西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了。而追究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日币贬值跟刚刚我们提到的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会导致一般的民间生活消费成本狂飙，这当中涉及到我们常常用的东西，像是食品、电价、汽油、保险、社会保障的负担都会增加。而且注意到了，接下来可能日本的央行为了要救日元会升息如果升息的话，就会导致房贷跟利率持续的往上涨。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呢？有关于民生消费的部分，我们来看到实际的数据，7月份日元计价的进口价格呢，已经大涨了将近30%，生产者物价的价格年增幅7%，尤其是服务业现在呢调涨它的售价，你要去吃东西或者是有其他的民生消费，这个一直不断的涨价，创下了12年来最快的一个速度。现在超过95%的民众都认为说物价显著的上涨，60%的人认为说，经济还是会持续的恶化。50%的人认为说1年之后一定还会更糟。好，所以节目一开始先请教汉庭怎么看？刚刚说了嘛，日本近几年虽然有一些微幅的调薪，但是大家还是感觉说这个钱越来越不值钱了，尤其是追不上现在非常严重的通膨问题嘛。汉庭怎么看？没错，日本现在虽然加薪是真的，但是不敢花钱也是真的，因为加薪跑输了通货膨胀。我们先实际看数字，在2026年日本春天最后的一个劳资谈判，平均加薪5.01%这是非常高的。那基本上工资加薪率3.5%，这是1989年以来日本非常罕见的。可是第2季度的民间消费呢，这边的数据都是在持续下滑当中为什么呢？当然就是因为物价端涨得更凶。我们实际看为什么加薪会更穷，实际上是有几个原因把多出来的钱都漏掉了。第一个，名义上涨了5%，但实际上呢，你的社保费率啦，然后或者你的年金、保险各种的费用合计也上调了0.8个百分点，所以实际上到手的薪资增幅大概只有1.8%到2% 之间。而且第二个是乍看之下很多，但是中小企业员工都被平均掉了。日本70%的劳动力都在中小企业就业，但他们的加薪呢是员工100到500人的中型企业加薪3.1%，100人以下的小企业加薪2.3%。所以我们说加5%它是一个平均值，但是70%的日本打工人的真实加薪根本是远低于这个数。再来第3，就是实际的工资呢，连续25个月也是同比下降。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就名目薪资跟实质薪资来看，其实它也是下降的。所以全国名义的工资虽然是涨了，但是因为 CPI 同时也在涨，所以换算下来，你的实质薪资呢还是在降的。再来最后一个原因就是日元的贬值，那再加上能源飙涨对，所以这边的数字都非常清楚。那日元贬值理论上应该是要利好出口可是这一次的日元贬值却割向的是普通人，因为我们任何进口的食品能源原材料全部都涨价，但是日本的粮食自给率又非常的低，能源又100%几乎都仰赖进口，所以这让所有的实质购买力对普通家庭来说是下跌的。
我觉得目前真的是很多经济学家很努力的在想办法，但最后一定都是要政治力，因为不论经济上做哪一个动作都没有办法来完整的解决，也就是我们这边说到的不可能三角。好，那刚刚特别提到了嘛，有关于这个有加薪，但是幅度一些，但是民生消费这个通膨影响哦，让他们的民生消费成本越来越大。那当中我们也要来看到这个消费成本非常大的一环，就是有关于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能源价格的部分。进口能源哦，现在一口气竟然是暴增了将近是88%，这对于民众来说真的压力非常的大。那我们先来看到有关于贸易的数据哦，其实现在日本是呈现贸易赤字的，尽管我们看到它在7月份的出口表现好像数字上看起来很亮眼，整体来看这出口年增幅23%，对美国跟中国也有大约是2成多的一个增幅，但是贸易赤字现在是6345亿的日元，连3个月都是呈现贸易赤字的。干哥怎么看有关于原油价格接下来对于一般的民生消费有怎么样的影响？对，我们常常讲了，利好就是出口，利空就是进口，对不对？照理讲的话，你现在出口成长啊，那你为什么好像老百姓都没有感觉到了？对，我跟你讲，老百姓都没有感觉到，真的。日本第2季的 GDP 啊，它成长0.3%啊，但是绝大部分的日本国民没有这种感觉，他们会觉得说，什么东西一直在涨啊？不是你们这些企业，这个株式会这些执行长都应该要出来道歉啊，为什么还在涨呢？那涨价的结果怎么办？其实老师讲一句，我们上次说过，只要涨价，那企业就能够获利，企业一获利会发给员工更多的这个，就是说，比如说加薪呢，因为日本很久没有加薪了，最近这几年终于有加薪，这是好事。有了加薪以后，才会刺激消费力，对不对？现在不是加了薪也不会刺激消费能力，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觉得说，不行。他们的最大的口号是什么？大阪的这些主妇，他们的口号是说，要省一点呐。然后逢人又看到另外一个人又跟你讲说，要省一点呐。为什么？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哈，如果说我们到卖场去的话，通常的话，他们这个比如说1个礼拜，他们要买就是假设是说是$500的那个牛肉的话，那他可能会改成怎么这样做？你知道？就是改成说1个礼拜我只吃$300的牛肉，那我们一口之家大概4口吧，300块大概1个礼拜也可以吃饱吧。以前500块吃的比较好，现在我们可以只吃300块。其实大部分的4口之家或3口之家的家庭，他们的想法都是这样。然后最好笑的就是说，现在网络上他们流传的是一个主妇跟另外一个主妇说，那个保鲜膜啊，用过以后，昨天用的，那今天这个已经吃完了，保鲜膜不要丢，要干嘛？洗干净了还可以再用。你有听说过这种事情吗？保鲜膜有再利用、再回收的吗？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叫什么有机细菌是最多在保鲜膜上面，从来没有听说过保鲜膜可以再度使用。日本主妇现在说不要丢，洗干净、晒干之后还可以再拿来用。这些有机细菌能不能杀光我不知道。对，但是你可以知道说，日本人他们以前就说这可能是从2次大战以来哦，说照理讲，80年过去了，日本不应该还有这样子的消费或生活习惯。但他们现在已经趋向于说，明明是可以再用的东西，我们就把它省下来再用。你会想到这是为什么造成？这就是因为经济压力而造成的。在经济压力的造成之中，进口的石油在中东方面，因为赫姆兹海峡现在还是不通，减少进口32%。照理讲的话，你是不是可以就说进口的部分少买很多？那我们现在应该可以省下很多钱，对不对？错了。你知道为什么日本它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能源危机吗？跟美国这3个月来多买了9倍，天哪！然后反而把那个进口的利多又再盖过去了。你知道？所以坦白讲一句，根本就是一来一往，日本完全没有得到好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日本的不要说年轻人啊，老年人也是一样，他们都觉得说要省钱，要省钱，要省钱，一直要省钱，因为日本在 AI 获利，但是他只是卖铲子的人，他不是真正拿铲子的人，不像中国，不像台湾，他是拿着铲子，日本是卖铲子的，所以到现在为止，你说日本它这个经济状况每况愈下，我觉得
高市早苗根本就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而且他应该马上就要受到国会严厉的监督，他的去留现在我觉得已经是指日可待了。好，所以我们一边是看到这个消费的成本，还有能源的价格都在持续的上涨哦。那现在其实只是夏天而已，现在市场估算说日本人最大的压力还不会只是现在而已，因为现在也做了一个市场预估，即将接下来进入到秋天，日本的通膨状况会变得更加的严重。那现在预估它的通膨率大约是落在秋天的时候大约会落在2%以上，甚至他说明年2027年这个通膨率就会超过3%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高市早苗只好开始想办法来救现在的物价。所以他说呢，要推出这个食品消费税，从目前的1%一口气降到1%，然后还会搭配其他的补贴，希望把食品的税负降到0。那这个政策当然呢，也引发自民党内部开始对于减税的质疑。原因是什么呢？自民党是这样说的：如果高市早苗你这时候敢减税，一年就会少掉大约5兆日元的收入。那你现在日债已经这么的严重了，超过 GDP 的260%了。你还敢在这个时候做降税吗？而且不要忘了你现在还要增加在国防上面的支出，还有人口老化、社会保障的支出等等。现在高市早苗碰到的3个最大的矛盾，我们也看到 CG 上面有写，包括了要不要降税、要不要救这个出口，还有要不要升息等等，都会有各种的矛盾。厉将军怎么看？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哈，这个7年之病难求3年之艾哈，也就是你这个病如果拖很久的话，你很难用一帖药剂就让这个病好哈。那更何况，我觉得日本的经济已经最少是30年的常年的饥渴哈，所以说你很难用一帖药就将它治好。那就算是高市早苗他在使尽诸般手段，我觉得也很难救日本的经济哈。那首先我们看日本它本身就是一个岛国嘛。它所有的能源都必须要从外面进来，也因此，如果说是它日币来讲持续贬值来讲的话，哈，那你要买外国的石油，你必须要有能源，你就要从国外进口石油，从国外进口石油，你就要拿日币去买美元，然后拿美元才能够去买石油。那如果你日币持续走弱的话，哈，当然你通膨就会增加，通膨会增加的话。那当然会造成老百姓的负担，所以日本现在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薪水永远追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就是足以描写现在日本人的情形。那他们现在来讲的话，消费紧缩到什么程度呢？消费紧缩到连这个吃一碗拉面或吃个饭都成很大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这又要讲到。日本它的食物，我们都一直认为说日本它吃米的哈，自己也会这个捕鱼，海岛国家，但是你很难想象到日本很多的粮食，它几乎是靠自己能够生产的不到30%，它很多的粮食，包括麦呀这些东西，都必须要从国外进口。那你想想看，那是不是雪上加霜哈？粮食也要从国外进口，能源也要从国外进口。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它的日币就势必是更加的贬值。所以。那老百姓买不起的话，那高市早苗他就想到一个方法，我降食品税哈，我这个只从8%降到1%，然后就不要征那么高的税务，让食物可以变得更便宜。那问题又来了，你如果说将食品税降税来讲的话，你国库就会减少，但你现在你的日本的国债，当然它的国债不是跟国外借的，它大部分都是国内债比较多，可是也高达GDP 的260%，也是很高的国债。那你现在如果说是减少自己的这种税收来讲的话，那一定会推升你自己的债务的增加哈。那你推升你的债务增加的话，你就更不敢加息哈。你如果说是加息来讲的话，你这个光这个每个月每年付这个利息钱啊，就你国库增加负担会更重。所以我觉得日本来讲，那更糟糕的一件事情，高市早苗现在还居然想扩军，增加各种军备。那你这个连老百姓都喂不饱了，你把这些东西拿去买武器装备，是不是更增加自己国内的债务的负担哈？所以我觉得这个高市早苗应该是回归到他们自己的这个正本来讲的话哈，你不要提高国防预算，然后先把民生照顾好才是正途。好，谢谢厉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
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